世界上只有一种动物会为了生存，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留下足迹，那就是人类。即使是在气候最酷寒、渺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广袤荒凉，气候严寒，一年当中有长达6个月的时间都是像现在一样被冰雪所覆盖，平均气温是零下30度，有的时候还会到零下50度，并不适合人类生存。因此自古以来，西伯利亚就是犯人的流放地。2000多年前，著名的历史人物苏武就是在当时被称为北海，而现在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而且一牧就是19年。西元前100年，西汉光武帝年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因为不肯投降而被流放到贝加尔湖牧羊。北风呼啸，白雪茫茫。当气温降到零下30几度时，这些西伯利亚小马和羊群依旧能靠着毛皮来保暖。但人类被创造时，并没有预想，我们也会需要抵御如此恶劣的环境。当年的苏武就是在这苦寒之地，渴饮雪，饥吞毡，不入世界之命。而贝加尔湖就是人类放逐的最后疆界。若从地图上看贝加尔湖，它的形状南北狭长，很像一抹新月，所以有人叫它是西伯利亚的眼泪，或是地球上的蓝眼睛。而现在我的目的地就是贝加尔湖中心的最大的岛——奥利洪岛。而乘坐的交通工具就是眼前看到的气垫船。7个小时的车程，从城镇到荒野，路的尽头就是湖的开端。我现在其实是走在贝加尔湖的湖面上，因为这里的冬天天气气温实在是太低，像这几天是零下30几度，所以湖早就已经结冰了。地面非常的滑，要小心。是吧？我们现在就是行经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因为现在是冬天，而每年的冬天其实从1月到5月，整个贝加尔湖的表面全部都是像现在一样结冻的。那么只要冰层的厚度到达3公分的时候，这种气垫船就可以在上面行走。更何况像现在，估计可能已经有将近1公尺左右的厚度了。而前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奥利洪岛。整个看到白雪的感觉，以为是在草原或是平地，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湖面上。而你现在看到船停的地方就是码头。It's our car, right? Okay. 哇，这里简直就是像溜冰场一样。我们交通工具是这一台物资4轮传动车。18，你可以相信吗？现在是在湖上，我们现在是用的车子当交通工具。以湖当路，还有一旁被冰封住的大船，一切都预告了贝加尔湖的神秘与不可测。2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碰撞，
巨大的力量从喜马拉雅山一路蔓延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冻土大地瞬间变得像纸张一般脆弱，地幔隆起成了高山，地壳断裂下沉，就形成今天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湖泊，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最深之处可以深达1637公尺，等于是把3座101大楼叠在一起的深度，这远超过我们对于湖泊的想象。也因此，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容量最大的淡水湖，全地球高达1/5的淡水资源全部蕴藏在这里，可以供给50亿人饮用长达半个世纪，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地球之镜。也因此，古代人称它为是北海，而当地人则叫它是天然之海。贝加尔湖冬天的低温可以到达零下30-40度，所以整个湖面全部都会结冻。而通常湖水结冰只要厚达5公分，人就可以在上面行走。而现在随便捡到一个冰块，可以看到都已经超过了10公分。而事实上，现在整个湖面结冻的程度已经厚达1公尺，因此在这里还可以停一架喷射客机。所以要近距离接触贝加尔湖，不需要坐船，此刻只需要走路或是坐车。苏联时期遗留下的军用越野车，成了在冰封冬季探秘古老湖泊最恰当的交通工具。新月形的贝加尔湖，面积31000平方公里，几乎可以容纳一整个台湾，是亚洲第1大湖。千万年前的地壳运动，到今天仍然持续。贝加尔湖每年都以2到5公分的速度在扩张。辽阔、苍茫，此刻的湖水犹如大地上的一面明镜。在没有结冰的时候，我们一般人是绝对不可能来到像贝加尔湖现在这样一个山洞。在冬天结冰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冰洞。看到湖水和雪水融成一体，好像一个一个的水晶冰柱一样。看一下这个水晶冰洞，现在眼前看到的，完全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一丁点人为的痕迹。我想这样的艺术作品，也真的只有大自然造物者可以创造出来。冰雪的力量让湖水瞬间凝固，成就了一个个绝美的水晶冰洞。通常湖水结冰之后会呈现透明无色，只有形成了千万年的冰川冰，因为经过漫长的岁月，冰块变得厚实而坚硬，里面的空气越来越少，气泡也越来越小，所以当阳光照射之下，蓝色的波会被散射出来，呈现一个天空蓝一般的颜色。但是贝加尔的湖水，因为湖水特别的纯净，能见度可以到达40公尺深，所以当冬天冰封之后，整个冰块被挤压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像现在一样天空一般的蓝色，也形成了非常独特而稀有的蓝冰。悠悠蓝光从晶莹剔透的冰块中透出，面对这片奇异蔚蓝，万古变迁仿佛都在眼前浮现。但奇幻美景总是暗藏着危机。湖水在冻结过程中，
膨胀的冰块相互撕扯，如今湖面上竟然出现了致命裂痕。因为贝加尔湖位处于西伯利亚，所以它每年的1到5月全部都是像现在一样这样的湖面结冻的。但是我们现在行走在冰湖上面，还是心里有一点忐忑。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整个湖底非常的深，而且每一个地方结冰的程度也不太一样。哎，前方我们的路好像有被堵住了。Зависит все от перепада температуры либо давления. Лед в постоянном напряжении, и если меняется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либо давление, он начинает ломаться, давит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你可以看到，在这前方呢，整个冰好像被隆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是冬天，但是有的时候是-30几度，有的时候是-20几度，所以温差的关系使得它热胀冷缩，因此整个冰就被隆起来了。那现在看起来也是一个在冰湖上面的路障，所以一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的行车就要非常的小心。Это может прямо вот на глазах в 1 секунду просто возьмет и сдавит, поднимет воду. На моих глазах поднимало до 5 метров лед и падало в разные стороны. Wow. Все окей? Yeah. Да. Wow. Толщина льда здесь вот такая где-то 70 сантиметров. Лед толстый, да. 1 meter? Ну, метр, 70. Как получается? 60 meter. Да. Ну, там получается лед вот так вот сдавило, выдавило воду и сверху она вот. 所以下面是厚实的 Не 冰了。 провалишься. 行车在这里其实也不是100%的安全，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全部都是因为温度的差异，然后在冰湖上出现了这样子一个冰壁的一个痕迹，让整个平静的湖面现在竟然有出现一些裂痕，但这些裂痕其实也就潜藏着危机了。我现在走路都听到冰块碎裂的声音，这里也有声音。На льду вообще это небезопасно, очень опасно ездить. Страшно. 巨大冰块像从湖底长出一般，膨胀又隆起，斑斑裂痕撕裂着白色大地。我们要往那里。OK， 前方崎岖难行，危机四伏，我们只有赶道而行。因为根据官方记录，过去15年里，已经接获无数起人与车辆坠湖的案件，死伤惊人。目前打捞起92辆汽车、6台雪上摩托车，还有1架小飞机。So it's here? Видишь, вот так. Ну-ка, сейчас. Wow. Скажи, глубина около 10 метров. Видимость на Байкале более 15 метров. По льду вот через лед до 15 метров. 谢尔盖就住在湖中心的奥利洪岛上，他和其他1000多个岛上居民一样，家族世世代代都靠捕鱼为生。Всегда ближе к берегу она пасется кучей. Всегда 哇，哦，还没看到水，你看这冰有多厚。好，那我们要继续。Это мелочь.
哎，感觉好像有水了。哦，水出来了。Ну, можно ловить сетями, но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чтобы сохранить рыбу, нам не разрешают ловить сетями. Можно ловить только удочкой. 在限捕令寄出之前，居民们都是在冰层下放上定制渔网捕捞，而如今只能靠冰钓来维持温饱。现在敲这个洞是要让我脚站得比较稳。啊，是有一点吃力。哦，OK。要搞一个冰洞，不是看起来那么容易而已。Все, вода. Все, вода. 好好，我也要来，哇！我们现在撒鱼饵了，把它撒进去就好了，对吗？哦啊！哦，水真的很冰。最好的记录是一次钓多少？ От 1 до 200 штук. Да, само нахождение на льду это уже радость. Не повезло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повезет. 上次200条就是这个鱼钩吗？ Это старая, я на нее очень много рыбы поймал. 在零下30度的冰湖上钓鱼，尽管穿得再厚重，但依旧酷寒的让人难以承受。可是像在这么冷的天气，在这里不会觉得很艰苦吗？ Нет. Поэтому, то есть я одет тепло, допустим, вот для меня. Нормально, но вам, да? Help me, help me！ 有吗？ 还没有看到。哎，我看到鱼了！哎，我看到了！哦， Это сип. 鱼一出水，也跟着急冻僵硬。只要把手露在外面，没有戴手套，其实你看我的手套这边都结冰了，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在温度零下30度是真的很可怕。但他竟然就 Этот замерз. 在冰水里， Этот раздавленный совсем. Ладно, мы его не сможем почистить. 手不会冷吗？ Замерзли. 几个小时的冰钓，来自亚热带的我们手脚早已经冻僵。好不容易等到鱼上钩，原本以为可以就此告别冰湖，回到温暖的车上，却没想到谢尔盖拿出木材和炉具，像个原始人一般生火煮鱼，而这也是他的日常生活。Let me help you。啊，有风。在冰上，还有在这种有风的环境当中，要点火真的并不是那么容易。这样有好吗？我们要先挡风。哎，这个好像有成功，耶、yeah! ！We got a fire。要来舀的是贝加尔湖水，来煮汤了。在刮大风的冰湖上生火，需要独到的技巧。我们原本也担心脚下站的冰湖会不会被这熊熊火焰融化下陷成一个大洞，那可是九死一生的险境。但谢尔盖在火堆最底部垫了2根木材隔离冰湖，加上周遭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担心是多余。这也让我们见识到当地居民和大自然共处后淬炼出的生活智慧。哦，水滚了，水滚了，哇！哇！
这水变成一片冰晶了。Запах костра был, да, мы маленько окунем. То есть он будет с дымком. Н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не переборщить. 哦，把木炭沾一下就对了。现在鱼汤好了。在冰湖上冻了一整天，终于品尝到期待已久的贝加尔湖鱼汤。Настоящая уха. 贝加尔湖水，贝加尔湖的鱼。我们现在在冰上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如果不是有洗了个，我可能已经冻死在这里。А вот побывав один раз, все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сюда вновь. Байкал всех тянет, а если здесь родился, то уехать отсю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Я пытался уехать. 离开冰湖，我们返回谢尔盖居住的奥利洪岛。在这里，还有1000多个居民也像他一样，适应着天寒地冻的气候，过着原始的捕猎生活。但他们并不是特例，早在1万年前就有人类以贝加尔湖畔为家，他们是布里亚特人。热情招呼我们的是尤利亚阿姨，我也很好。与我们同行翻译的安娜。这是他们的房子，传统的。这里当地的房子都是用木头做的。啊，不喝进去。哇，好温暖哦！ Как тепло, говорит. Да, заходите. Да, рано, да, рано. 这个是送给他们的。 Это вам фрукты.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谢谢，很感谢你们。谢谢，带了一些水果。尤利亚阿姨是布里亚特族，一家人就住在奥利洪岛上。Вот это омуль, вот это загудай называется. 这是贝加尔湖的欧姆鱼腌制的。可是呢，因为住在贝加尔湖，所以其实贝加尔湖的渔产非常的丰富。那当然就是靠湖吃湖，所以餐桌上的料理一定会有贝加尔湖的鱼。那个也是 Это тоже рыба, да? Да, харюс. 这是回鱼， Жареный 回鱼 харюс. 对，烤的，啊，回鱼也是从贝加尔湖，тоже 都是， байкальский. 对对，都是你老公钓的。是。所以这肉是里面是 А какое мясо? Чье это получается? Это говяжье. Говядина. Говядина, 牛 говядина. 肉，牛肉，自己养的牛吗？对，就是自己养的牛。这里所有的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自己哺育的、自己搞的、自己做的、自己。自己养的牛、自己捕的鱼、自己种的，全部都是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人都可以自给自足了。 Приготовить себе Конечно, молоко, творог, 当然 сметана, 了 все свое. 这里你们看牛奶 Мясо、奶渣、奶油、肉，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畜牧业得到。 Так что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полегче жить, чем в городе. 餐桌上没有山珍海味，生活的一切全得靠自己。这对过惯城市便利生活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一种艰苦。但尤利亚阿姨却出乎我们意料的乐天知足。住家木屋也都是自己新建打理。平日老公出外捕鱼，她就负责牧牛。 Наши коровы зимой пьют из до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замерзло. Они теперь поятся у нас из дома. Ну, наши коровы привычны, они и лето, и зиму всегда пьют у нас до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колодцы воды. 他们几头牛啊？ А сколько у вас коров? У нас вообще 4 больших. Вот эта корова стельная, она вот на днях отелится. Тазовые кости расходятся. 就是这里，如果是很温柔的，就是这是代表是它可能是马上，
对，马上它就是会生孩子。Подхвостка большая стала, все, скоро 对，就是它的身体准备， твердая стала. 然后它的那个下面，所以他摸一摸牛，他就知道他了。知道，对他们其实很熟悉。尤利亚阿姨所属的布里亚特族就是蒙古族的一支，相貌、穿着、居住和习俗都很相似。他们的元祖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25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古代布里亚特人建筑和现今西伯利亚游牧民族的居所几乎一模一样。是树皮吗？树皮是他们用落叶松，因为它很好用的，最不会坏的树皮。可是像西伯利亚，像现在冬天都零下30几度，这个是夏天的样子。夏天如果是冬天的时候，那他们再覆盖动物皮。哦，对，这个节用树枝和树皮搭建的简易木屋，方便游牧民族随时迁徙。只要覆盖了动物毛皮，就足以抵挡零下50度低温的严冬。这是他们的传统的小的仓库。哦，可是为什么要架那么高啊？原因是什么？为了动物不能打扰。哦，所以把东西放在上面。对，很方便。哦，这就是西伯利亚少数民族他们的仓库。小的仓库，这是托夫老人少数民族的冰箱。他们狩猎，那他们怎么保有这个肉？夏天的时候在土挖一个洞，然后冬天来了，他们把雪和冰放在地下面。这样的话，他们把肉吃的东西可以放在土地这个土洞里面，就是冰箱。冰箱上头放了一根大树干，则是防止动物来偷取食物的开关。1、2、3。哦，然后再把这些打开。对，这样他们就打开。这个冰箱开关太特别。取材自然、原始而简单，却是西伯利亚先民们抵御环境的生存智慧。钵子，这是传统的啊，这树叫钵子。钵子，好漂亮哦。往自己拿。Вот так вот мясо так пихаешь, вот так маленько оттягиваешь. 把面往自己。对，肉按到里面。肉按到里面。До первого раза это очень неплохо. 这是第一次做的，还是真的不错。Нет, для нас нормально. Это хорошо. Летом сильно не жарко. Все равно мне в городе-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яжелее, чем. Здесь воздух чище. 所以不会觉得零下30几度或是40-50度会觉得冷吗？ Нет, нормально это. У нас таких 40-то и не бывает. Самое большое было здесь вот в Крещении сколько? 36. Больше 34-36. А в городе-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еще холоднее. Так что здесь лучше. Давайте, да. 钵子好了。哦，哈哈。哇哦！ Юра, вот поставила? 热腾腾的钵子，算是苦寒生活中最幸福的滋味。Вкусно. Вкусно. Что же, ну собираемся на утро ехать, я уже все, уже обратно уже домой хочу. Ой, мы на день, на два и все, обратно домой, скорее домой. Ну, раньше как-то жили. 为什么？ Может, тянет домой, к себе. Не знаю, меня,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уда не заставишь куда-то ехать вообще даже. Даже за границу куда-то, не. Сладким калачиком не заманишь. Да, хорошо. 捕鱼、狩猎或是畜牧，从古到今，贝加尔湖的居民生存所需的一切都取之于湖。贝加尔湖在俄罗斯语义里就是
丰饶的湖。坐落在荒芜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仿佛是孤独而冷漠的，但事实上，在湖底还有湖的四周，一共孕育了3500种的动植物，而其中超过80%都是贝加尔湖独有的生物。再加上年代久远，所以这里是全球科学家研究生物演化的重要宝库。而其中有一种动物是贝加尔海豹，它也是少数可以栖息在淡水的海豹。体型圆圆胖胖，却比一般海豹来得娇小。贝加尔海豹是世界上最小的海豹，它有着不寻常的身世。Байкал попал из Северного Ледовитого океана. 科学家透过 DNA 分析，确认它们是北极环斑海豹的近亲。在地球冰河时期，贝加尔湖和北冰洋之间有河相通。之后河床变浅，海豹就被困在湖里。曾经因为被捕猎而濒危，目前在禁猎和随时监控下，数量已经成长到13万只。2500万年的沧海桑田，贝加尔湖在生物演化科学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也包括湖水纯净的秘密。У нас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ой рачок. Миллиметр. Эпишура байкаленсис. Мы говорим, что это основной фильтратор байкальской воды. Вот так могут скелет сделать. 所以整个湖水就是都不会有那些腐肉，因为所有这些鱼的尸体都会被虾子给吃光了。独特的小虾小鱼，还有海绵，高达数百种的生物，在完美自然的食物链规则下，各求生存，各尽其职，让湖水有了自体进化的神奇功能，也成就这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纯净湖水。你现在看到这一桶水是1999年俄罗斯科学家从贝加尔湖里面装出来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9年，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整桶水呢还是没有任何的杂质，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沉积物或者是有任何的变化，这就可以证明说贝加尔湖水其实是非常接近蒸馏水、中和水，也就是表示它几乎是世界上最洁净的湖水。谢尔盖在冰湖上又钻了一个洞。结冰虽然深达1公尺，但竟然能够透视整个冰洞。科学家告诉我们，当地贩售的矿泉水就是直接装瓶，没有进行特殊加工。好透明，好清澈的湖水。有一点点咸咸的味道，但是跟水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这里捡到的冰块，真的非常的透明哎！哇，就是这个冰块真的好像不存在一样，真的太透了。白天时间，从湖底沉积物分解出的甲烷气体被冰瞬间封住，成了奇妙的雪花冰景象。而入夜的贝加尔湖更能看清冰层中的微小变化。当晚上你来到贝加尔湖的时候，你还会看到非常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在冰层底下竟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气泡，他们称为是气泡冰，这也可以代表着贝加尔湖水有多么的纯净。你看看，全部都被冻结在冰里面了，湖底的石头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你看到这些冰层神奇的现象了吗？这些气泡冰
就是当时湖里的空气在往上冲的时候，可是因为温度太低，瞬间的就被结成了所谓的气泡冰。所以你看到这样一点一点的，还有的是直条的，这是贝加尔湖特殊的景观。我们惊艳于贝加尔湖的浩瀚神秘，更佩服在这样恶劣生存环境之下，贝加尔湖居民的坚毅与韧性。冬天的时候冷，夏天的时候热，这是温差。西伯利亚它很扩大，无限的一个大的面积，也可能你出生在这里，我们也会感觉到这个。我们是西伯利亚人，我们是贝加尔湖人，我们就是属于战斗民族。西伯利亚自古就是强悍民族的摇篮，匈奴、突厥、契丹、蒙古都是从西伯利亚崛起。16世纪后期，属于东欧斯拉夫民族的哥萨克人开始到西伯利亚拓荒，他们以骁勇善战和精湛骑术著称。17世纪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俄罗斯帝国也成功向东扩张。但严峻的环境一直是沙皇专制下流放政治犯之地。知名的俄国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称这里是活死人之屋，因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就等于是被判了另一种形式的死刑。随着帝国瓦解、苏联解体，流放西伯利亚成了历史名词，却也淬炼出战斗民族对抗严酷环境的坚强意志。有支西伯利亚哈士奇训练有素，以时速30公里的速度奔驰在冰雪大地。原始部落楚科吉族人用这种外形像狼的犬种当作交通工具，也用它们协助打猎、饲养驯鹿，直到现在，依旧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70只哈士奇的主人是阿列克。17年前，一家人搬到贝加尔湖边小镇，仿效祖先驯养哈士奇拉雪橇。简易木屋的客厅墙上挂满了多年来拼得的比赛奖章。哇，545公里，545公里，狗拉雪橇的世界冠军。Ну, это кубок Арсения. Образ жизни, да. Это семейное дело, это не бизнес, но это образ жизни. Семейное дело. Пятишек мы предлагаем. 这个就是给孩子玩的。阿列克太太是哈士奇图文作家，2个女儿日常图画的主角也都是哈士奇。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牢记着拓荒者与原住民艰苦为生存奋斗的历程。人与人、人与狗之间充满情感，更散发着生命张力。3天前零下40度，那你们有觉得没问题吗？Не, холодно, холодно. Не хочется, чтобы было минус 40. Да и минус 30 тоже не хочется. Нам бы что-нибудь 25, 20. 已经很习惯这种很冷的天。Мы родились в таком холоде. 我们就在那么寒冷的气候出生了。宝贝儿说，寒冷的气候太好了，我不要上课了。Минус 80, наверное, проблема. 满地深雪，一路颠簸，坐在车里被摇晃得头都发昏。谢尔盖和尤利亚阿姨居住的奥利洪岛，原始的旧巷从未被开发。岛民们信奉的萨满教，没有寺庙和经书，只是虔诚地敬畏大自然。他们深信一棵树、一块石都有生灵，为了保护草木，不开路，不造桥。
1996年，贝加尔湖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后，更明文禁止。岛上也没有装设下水道或自来水管，民生用水依旧是挖个冰洞桶装湖水的传统方式。千百年来原始如初，虽然冷峻而严酷，却满是生活的暖意。远离文明，与大自然面对面，他们对自己生存的土地了如指掌，也才得以在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我们就是可以真的感觉到我们在就很宽阔的地方，无限的西伯利亚，美丽伟大的西伯利亚，可能是90.9%，有可能说100个人西伯利亚人，他会很骄傲说我是西伯利亚人。但或许正是为了争夺这份美丽与无限，而成了人类觊觎的目标。贝加尔湖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湖泊，它的淡水量非常的惊人，占了俄罗斯的85%，比美国5大湖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更是中国淡水资源的8倍之多。加上它的水质纯净，几乎达到可以直接生饮的程度，而且周边的生物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近年来，中国人大肆的采购贝加尔湖畔的土地和房产，也引起了俄罗斯人大规模联署，要求限制开发。伊尔库茨克位在贝加尔湖支流安加拉河畔，建于17世纪，人口50万，是贝加尔湖周边最大城镇，也是西伯利亚历史和文化中心。贝加尔湖所在的伊尔库茨克州所有小学，从小学3年级开始会有一个特别的课程，叫做贝加尔学，就是要教导学生认识贝加尔湖的生态还有动植物，将生态保育的观念从小生根，一起来维护这个地球上最纯净的湖泊。Из дна достал самый настоящий кувшин, который глиняный. Он был сделан более 1000 лет назад. Поскольку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это кем-то, кого мы не знаем. Н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делают правила. Ввели правило того, что омуль нельзя ловит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Губку, да, нельзя туда сбрасывать отходы. Закрыли даже заводы. Ну, во-первых, мы воспитываем береж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нашей природе, к нашему Байкалу. Ну и, конечно же,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е чувства, чувство любви к малой родине, к Байкалу.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куда бы они потом ни уехали, в какой бы они стране ни проживали, или в каком уголке России, они будут помнить вот о своей малой родине, о Байкале, будут воспитывать своих детей в духе любви к этой родине и, конечно же, беречь нашу природу и наш Байкал. 学校耳提面命，但外来的人为污染挡不住。我们在纯净的冰湖上面，竟然看到有人乱丢香烟。我想，这么美丽的美景，实在不应该有这样人造物存在。而被冻结的甲烷气泡冰，看似壮观又梦幻，却也意味着地球的温室效应愈发严重。脱俗美景显然已经因为人类活动变了色。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как для местного жителя, это отец. То есть мы называем его батюшка Байкал. Я бы хотел сказать так. У меня большая просьба тем, кто меня увидит, услышит, да, приезжая к нам на Байкал, чтобы не старались взять частичку, то есть там буквально камешек там, или еще что-то. Каждый, кто это возьмет, приезжает миллионы людей. И беря частичку, допустим, у нас острова, да, они его вывезут отсюда весь.
И большая просьба, чтобы не мусорили, не гадили и относились бережно ко всему. 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来的人，也不要忘记你是自然出来的人，你也是大自然的之一。可是很重要，记得我有一个责任感，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的人类就是没有未来。2500万年来，贝加尔湖静谧地躺在西伯利亚高原上，无声记录着地壳的变动与物种演化的历史。几个月后，夏日将至，湖冰消融，它将以另一种面貌示人。长久以来，朴实的住民们克服严酷绝境，前进地与自然共处，开拓了这最后的疆界。然而，人类对于土地的探索似乎永不停歇。当发展的脚步失去控制，贝加尔湖，这地球上最古老、最深沉、最清澈的湖泊，多年之后，是否还能保有创世之初的纯净与无瑕？